从今以后，生女生子，皆为东院子嗣。娘，这是儿子的生辰八字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！谁呀？这是少奶奶，你放了我吧，我一时糊涂，我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宝来，胡说八道什么？太太，宝来，你疯了！你们都看不见吗？啊，他在那儿啊，少奶奶在那儿，你们看不见啊？宝来，你疯了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少奶奶，虽然是我害了你，可是我也是受人指使的，哎呀，冤有头债有主啊！饶命啊，饶命！真的疯了！宝来，只要你说出是如何陷害我的，我就放了你。我说，是姑姑，她叫我把王世军引到那座偏房，骗他喝下春药，然后再叫少奶奶你也引到那间偏房。待你走进去之后，将门反锁。他们两人真有奸情？没有，都是我胡说八道的。是谁杀了吴聘？来人，把这个疯子给我拖出去！拖出去！谁也别动！二哥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散了吧。不，今天这事儿非同小可，我必须弄个水落石出。你是谁？我是周莹。啊！你是人还是鬼？我是人。你还活着？如果我死了，他们陷害我的阴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。柳氏，刚才宝来说的这些，你怎么解释？二哥，宝来他都疯了，他这话能信吗？可你为什么拿？老爷，西安知府赵大人来了。赵大人，宝来受人指使，谋害主母，吴卫双、刘婉儿威逼他人做假证，害人性命，将这三人统统给我抓起来！是，不是我，是宝来弄的事儿啊！你们抓他呀，怎么能抓我呢？这也跟你有关系。吴卫双，你将我娘捉为人质，威逼我承认和少奶奶通奸，是你害的少奶奶陈塘，是你杀了少奶奶。你胡说八道！你，我什么时候抓你老娘做人质了？难道孙永泉不是你的手下？难道不是受你所指使？赵大人，这是我家务，
我们自会处理，不劳官府插手，请放人吧。啊，周营沉冤而死，如果这还算是家务事，那我这西安知府也就白当。赵大人，我还活着。你这是？刚才宝来已经将如何陷害我和王世军的过程全部招供，吴家众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我本是准备为你沉冤昭雪，没想到你竟然起死回生，自证清白。但民夫的夫君被人毒杀，凶手不明；民夫被人陷害陈塘，幕后主使仍在逍遥。恳请赵大人明察秋毫，严惩凶犯，伸张正义。你起来吧，我此次前来，就是为了这桩公案。来人啊，将所有的人犯还有人证，通通带回衙门审问。是。哎，别呀！放给我爹！放给我爹！走，你放给我爹！你救我！赵大人，大嫂，救我！四弟，快哥，放开我娘！娘，爹！为什么会这样？娘，老爷无病，你们6个人在这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，我该怎么办啊？周莹，娘错该你了，当初是他错了，你嫂，我都没事。娘错了，嫂，娘，大嫂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列祖列宗啊！娘，我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起来，大嫂，你孩子没了，天堂好没了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今天一大早，老三就催我在那契约上盖上市一堂的大印。我想着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该就盖吧。我真没想到是他们害了你。就这2000两银子，他们说以后还会每年给我们2000两红利。写在那契约上了吗？但是吴越和吴卫双都亲口说了，难道还会赖账不成？为了那7成股份，这么毒辣的手段都用上了，赖账算什么？什么都没有了，以后我们孤儿寡母怎么活呀？少奶奶，黑线，奶奶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！少奶奶回来了，再也没有人能欺负夫人了。我没事儿，不好好的吗？
万一这宝来不招，他再次落入吴家人手里呢？大不了我去吴家东院抢人去。那这事儿可就闹大了。我不怕，闹大就闹大呗。哎，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？说话呀！真相大白，洗清冤屈了，是不是？喝一个。好，来干！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真的。总算又能浪迹天涯了。挑个日子，我们就出发。爹，我打算留在东园。哎，你跟吴家的恩怨不是已经了结了吗？只了结了怨，还没了结恩呢。吴家对你有什么恩？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段日子，就是在东院度过的。吴聘和吴卫文生前对我恩重，我不能把吴聘的娘就这样丢在东院，也不能看着东院就这样衰败下去。可是你留在那儿又能做什么呢？东院已然不是从前的东院了。哦，你想陪着那个老太婆一起饿死啊？我可以做生意赚钱。做生意也能赚钱？同样是察言观色、随机应变，可比我们在街头卖艺挣得多了。行了吧，你一个女人做什么生意啊？女人为什么不能做生意？要做生意也是我们男人做。我也可以啊。你可以什么呀？要我说，你就不如来我们沈家，继续回不务斋啊，每天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，那多逍遥自在啊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爬墙上树、摔盆打碗、唱歌划拳。不是周爷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现在是瞧不起我是不是？我凭什么要看得起你？哎！你们怎么没说上两句又吵上了？都少说两句。坐。坐。周爷，我给你打个赌啊，就赌做生意。我如果赢了你的话呢，你就得回沈家给我做丫鬟，一辈子让我打让我骂。那如果我的生意超过了你，你就穿着女人的衣服，从泾阳的南门走到北门，并一路大喊：“我输了，我不如女人。”行啊，一言为定啊。哎，四叔，你别走了啊，留下来给我俩做个见证。好啊，这么有趣的赌局，我肯定是看出个结果再走。喝酒。怎么了，爹？四叔，你继续打，是我害了少奶奶，你就算打死我也不为过。你看，他自己都说该死，你就让我打个痛快吧。哎，爹，他虽然污我名声，害我差点性命不保，但也是事出有因，有人用他母亲的安危在逼迫他。孙永全说，他说只想把你赶出吴家，我才妥协的。如果我知道他要置你于死地，我就算赔上我全家的性命，我都不会就范的。王世军，你虽然不忠不义，但也算个孝子，我也侥幸逃得性命，此事就一笔勾销吧。少奶奶，你宽容不求，让我更加惭愧。以后只要你吩咐，我王世军赴汤蹈火，
在所不辞。那你以后怎么打算？就算你不跟我计较，我做出这种事来，我没脸见人。我带着我的老娘离开此地，到外省去谋生。我打算重振东院，你可愿意回来，助我一臂之力？我害过你，都过去了。我害过你，你还愿意相信我？我愿意。我在此发誓，以后终身效忠周营。如有背叛，如有一心，当如此止。这杨管家和大账房留下来的账，都清查完毕了吗？那现在东院是个什么情况？回少奶奶，东院原来包括盐业、布匹、茶叶、药材、米号、油坊、酒坊，7个商号，78家商行，在西安、四川、湖北、江浙等地均有铺面。但这些铺面和商行都在军需案爆发之后，连同应收的账款都被悉数充公。所有的掌柜、小工也都全部就地遣散。你接着说。之前东院还有几张军需的订单，但是都被通通取消了。以前库房的现银，以及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，都在抄家时被全部抄走。也就是说，东院现在是要钱没钱，要生意没生意。是的。我和我爹还有100多两银子没花完。现在东院还有10几口人，100多两银子，也就能维持半年。那这3元典当行的股份，还有可能要回来吗？我看了夫人和吴月霜签的契约，没有可能。该死！对了，当初吴卫霜诬指你我有奸情，他说到一事，说我偷了吴嫔的砚台，交给你去典当。那砚台是怎么回事？是少东家交给我的。少东家让我把那个砚台到3元典当行当掉，然后把当票交给他，并且叮嘱我，此事千万要保密，不能跟任何人提起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少东家没说，我也没问。这3元典当行肯定有问题。我去看看。去吧。